我们今天画4尺3开的吧，来画一个4尺3开的，画一个4尺3开。4尺3开，4尺3开的纸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。4尺3开是69乘以46， 69乘以46。又想构图，我们随便先画2朵花，随意的先画2朵花，可以从这上面出，也可以从这下面出。好，这里也可以来一个花苞。好，这些来叶子，很多叶子，这里也可以跳出一组叶子来。那这个我们要不要底色呢？画大红色的吧，画大红色的可以不加底色啊，可以不加底色，那我们不加底色好了，直接用大红色，也可以加一点点底色，好不好？我们在浅色的花瓣中浅色的花瓣的时候，偶尔加一点点底色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让整个花有一点点深浅变化的时候加一点点底色，好吧？不要底色哈。好，我们还是调一个底色啊，太白加3绿加胭脂，调一个底色好吧？不然花的颜色我怕太平了，所以加一点点底色。那我们用这个大红加藤黄，大红加藤黄，然后用什么颜色？曙红胭脂，然后我们可以用一点黑色，最深的地方可以用一点黑色，或者是加墨或者是黑色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用这些颜色来画这个花。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调一个底色，3绿、胭脂、太白，调一点稀一点的底色，调少一点点，用不了很多底色啊，可能就几个花瓣用一下底色，所以为了不要浪费颜料，我们少调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加点水来调和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调一个底色备用哈，调一个底色备用，调稀一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大红色，胭脂稍微多了一点点啊，这个底色备用哈，备用。然后我们在真正画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笔稍微去洗一下，因为我们可能只有1-2个花瓣上虚一点的，就是上面浅色一点的花瓣，1-2个花瓣上需要这个底色。那我们实际我们在画这个深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笔去洗一下啊，去洗一下笔，然后我们待会儿洗好笔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待会儿要再去调色。好，我们首先大红加藤黄。曙红胭脂这几个颜色来画咱们的今天的花。好，来加藤黄可以多一点点哈，藤黄多一点点，它的颜色会更亮一点。然后曙红，哇，今天颜色挤了好多，希望不要浪费啊。胭脂，好，我们把这个藤黄和大红调和，
好，我们首先来调这个大红，感觉这个藤黄还是少了一点点，我们再加一点藤黄进来，再加点藤黄，或者是藤黄不一定说一定要把它调进来，就这样子放在边上一起调就行了啊，放到边上一起调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藤黄和大红调在一起，成这个叫什么红啊？这个红色很鲜艳啊。来，藤黄和大红调在一起，老师底色浓稠度什么样子就行了。调成怎样的有3种情况，就看你画很浅的，可能要调成这个浓一点啊，就是比纯牛奶再浓一点点。如果说我们画不深不浅的，就像纯牛奶差不多。如果画这种深色的，你可能要底色的话，就加一点点稀稀的底色就可以，这个看情况啊。然后多调点颜色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现在调色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整个笔肚这样子贴着盘子调，看到吗？贴着盘子调，这样子颜色才会慢慢的晕到笔肚上去。如果说你把笔竖着调，它的颜色总是上不来。现在是没有加底色的，现在这一朵花目前没有加底色，它加不加底色到后面我再看情况哈。然后再调曙红，调一点点胭脂，每朵花它也调色都不一样，我们在整个绘画的过程中都会详细的去讲解这个调色，特别是你们基础的家人们，你们刚开始学习的朋友，多把基础的内容多去看，咱们基础内容里面非常详细的对这个调色问题的一个解答，调色问题解答1、2、3、4、5都在课程里面，你们仔细的去看，多去看。这个颜色好看吗？我们用这个颜色来画，我们今天画一个正红色，这个相当于说是一个中国红啊，中国红的一个正红色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光滑的这一面来画，我们还是一样，这样子折到中线的位置，折一个中线的位置。我们先在这个下面这里画一朵啊，先在这里下面这里画一朵。好，中线朝下的位置，我们先在中线朝下的这个位置先画一朵，随便找一个位置来画一朵啊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，刚刚已经调个颜色，再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颜色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包起来的哈。大家喜欢包起来的吧？我看很多家人们都很喜欢包菜型。来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颜色一定要由深到浅的渐变啊。好，这一个花瓣稍微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。一点点不够均匀都能看得出来，这里有一点点不够均匀，我们再加一笔。哎，这个笔尖上的胭脂不够，所以这个边缘的颜色不够黑。好，这样子包起来。那我们不加底色情况下，我们是加什么呢？我们加水啊。如果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水进来，加点水进来，然后再补充颜色。
补充这个藤黄加大红，补充藤黄加大红。好，有的时候可以，这个花瓣可以随意，不一定说每一个花瓣都按正常的套路去出牌。我们先画包菜形，我们就先画一个包起来的一个圈啊，可以一块一块的画。在我们的基础课里面有讲这个包菜形怎么样一块一块的去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画熟了之后，在我们画作品的时候啊，到了我们画作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画这个包菜形。你想先包一个圈，你就先包一个圈；你想一块块的先把这里画完，也可以先把这里画完。就是你看你自己想怎么去画啊，想怎么去走你就怎么去走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先包一个圈，你看很多朋友画包菜形都是先包一个圈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先包个圈呢？我们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先包一个圈，不是不可以的啊。好，跳出来的啊，也要有跳出来的。好，这样包起来哈，包起来。好，拉长一点点啊，拉长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子基本上包个圈，尽量不要包得太圆。你看我这个圈是有一点点长方形的啊，有一点点长方形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颜色啊。笔肚还没有干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补充这个大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让这个笔肚的颜色是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，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层哈。补充下一层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不要跟第一层是一样大。我们第一层如果大的话，第二层就小一点，让它有一定要让它有变化啊，一定要让它有变化。好，这个是第二层，然后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再加一层，这里加一层，我们可以再加宽一点哈，比上面的这一层还要宽。你看，下面一个小，我们上面一个就要大；上面一个大，我们下一个就要小。一定要有变化，不要把这个花全部画成了那个什么鱼鳞一样啊，不要画成这个鱼鳞一样，大小都是一样的，那样子这个花就会显得不好看，不灵动，显得很死板。就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花给画死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画这种包菜形，很多的朋友画包菜形很容易把这个花给画死了，知道吧？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要点。要点是什么？是要有这个画理关系。画理关系是什么？画理关系其实它也是一个画画的一个法则关系，它有什么？有对比关系。画理关系就是对比关系。我们要在这个画面中找到要有各种对比关系。要有对比关系中去找这个协调。好，来这个叠加的这个花瓣，对比关系又是什么呢？对比关系是什么？是这个花的花瓣的大小变化，颜色的深浅变化，然后还有一个物象的虚实变化。这个在我们一朵花里面有这些变化，你这个花就会灵动起来。每天我们也经常重复的讲啊。重复的在讲这个问题，也希望大家要刻到脑子里啊，刻到脑子里，你在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，变化老师一直在说的这个变化是什么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些这个碎的花瓣啊，来一些碎的花瓣。
再补充一点胭脂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胭脂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花瓣啊，一层一层的去叠加。当然我们要有大小变化，你看中间我们画了一些很小的，看到吗？画了一些很小的。好，这一层大的，我们这里又有一层小的哈，又一层小的，大小变化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又加一点水进来，在笔肚里面加点水进来，加了水，每次加完水之后，我们就从第一个颜色开始补起。藤黄加大红调和，调均匀，基本上可以调到整个笔肚2/3的地方，调上一点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曙红，颜色一定要调久，调饱满。调饱满之后，你画出来干了之后，它还是这么鲜艳。如果说你调的不够饱满，你画完之后，它干了之后，它会发白，会没有那么鲜艳啊。没有那么鲜艳，就是你调的时候就已经调的没有那么饱满了，知道吗？颜色好，我们这里又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那我们先把有些想要表达的这个大一点的花瓣先把它画完，然后这些缝隙里面我们再去补啊，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笔尖里面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从这里又来一个这样子走的一个花瓣。好，它的花瓣不是说每一个花瓣都是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的，注意它的花瓣要有多变。好，这里再这样子包过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像这个缺口，我们这里还再来补充一个花瓣，补充一个层次进来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架子搭的哈，这个是包的一部分，它包的很厉害，这里基本上这个地方是中心哈，这个地方是中心。然后我们包菜形，它包起来要包起来要有，但是也要有跳出来的花瓣，这样子它整个花型才好看啊。那我们首先我们下面来跳出来一些花瓣来，这个底下我们来跳出一些花瓣。好，画一个大的这个反瓣，然后我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那画每一个花瓣，这个反瓣正瓣怎么去画？咱们仔细的去看课程里面去分解花瓣。那我们下笔是这样子哈，画这个反瓣下笔，怎样下笔？轻轻的笔尖下笔，然后笔肚按下去啊，然后再提起来一点点，然后再按下去啊，再提起来，这样子我们会画出这种有这个节奏的，就不至于说把这个花瓣画的是圆乎乎的啊，这样子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很有节奏，有这个自然而形成的这种缺口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补充一个啊。然后对面来一个，让它待会儿我们这里就可以画成一个卷起来的卷瓣，两个反瓣对着中间可以画成一个卷瓣啊，这个是跳出来的花瓣。那还有没有地方再跳出来呢？我们可以从后面再跳出一些花瓣来哈，来再补充一点颜色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跳出一个。哇，这个花瓣有点大啊，有点这个夸张，就是要这种夸张啊，大的更大，它才会把这个花的这个对比关系更夸张化。好，一大一小，这样子我们待会儿这里又画一个卷起来的卷瓣。好，现在笔上又有点干了，我们画不动。就是我们画包菜形，等我们在现在画作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变化了，把这种各种各样的包菜形，我们在基础里面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分解是非常常规的包菜，知道吧？非常常规的包菜。那我们真正在画作品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去变化了。
让它变成各种不同形状、各种不同姿态、千变万化的一些包菜形哈。那这个包菜形，我希望它能够跳起舞来，好不好？来补充颜色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的颜色要补充的更多哈，大红、曙红、大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。那这个时候补充正半的时候，如果颜色深不下去的时候，万一我们这个颜色，我们这个颜色总是深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可能就要加上一点点墨了啊。如果颜色深不下去，我们就要加墨。来，笔尖可以用笔尖在这个墨盘里面啊，边缘沾一点点墨，千万不要沾多了啊。这个墨就只能沾一点点哈，来补充。这个墨是补充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像这个最深的地方本身就有胭脂，然后没有什么颜色，然后胭脂已经有很多胭脂了，再补胭脂它都颜色都混合在一起，看不出层次的情况下，我们才去补充这个黑色啊，才去补充这个黑色。好，来补充，把这小的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，来加一点黑色，把这个缺口，这个是这朵花里面最中心的地方，这里我们加上最深的颜色，加上了这个黑色啊。那不是一定要，不是全部都加黑色，这个红色要有，如果没有红色的情况下，你加黑色，那个黑也是很干枯的，没有层次的黑。我们即使加黑，也要加出有层次的黑啊。好，这里也是啊，这一块也是要加上最深的颜色。然后这些缺口里面啊，这些小小的缺口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些小小的缺口也要加上最深的颜色啊。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补充一丁点黑色进来。我们这个侧锋形笔这些地方补充上它的正半，补上它的正半。这个时候笔尖是有一点点黑色的啊。来，继续这些缺口继续补上，都是侧锋形笔哈。我们用笔的时候要有一点点这个动作。来，笔上的红色不够，红色不够的时候，你去加黑色，它干了之后就显得是那种干枯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的红色也要够的情况下，你才去补充这个黑色的这个墨啊，黑色这个墨，黑色墨也是要慎用啊，一定是要慎用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些小小的缺口啊，小小的缺口也要补上一点点黑色。我们要把这个包菜形要画出它的精神来，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很容易啊。来，这里补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个缺口啊，这个缺口也是一样，补上正半。好，还有这里啊，还有这一块还要再补啊，补上最深的，可以加一点点黑色。缺口里面要有最深的颜色补上，这样子这个花才会有层次啊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想把这个包菜形画的有层次、好看，每一个细节还是要注意的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基本上里面的包起来的中间的一部分的这个正半都已经补上了，那我们还有继续来补哈。好，这一个花瓣还有一个正半，再来补上。好，沿着反瓣的边缘啊，沿着反瓣的边缘去补。你要补多大你就补多大，你想它这个花瓣大一点，你就把它再补长一点点啊。你想多大你就补多大。好，我们这一个花瓣上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啊。
这个地方我们想要浅一点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底色。我们刚刚不是说没加底色啊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底色，加一点底色，颜色不要太深啊，颜色不要太深。这个时候这一笔的话，颜色稍微浅一点点哈，浅其实浅不了多少啊，真正画出来也看不出来多浅，就是稍微比其他的要浅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把这个反半给补上。好，待会儿我们这个缺口我们先留着，这个缺口先留着，万一我们要再去补充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再去补充。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管它，先把这个缺口先留着，然后我们再来补充底下的这两个大花瓣啊，底下这两个大花瓣跳出来的啊，才体现它跳舞。来，我现在要画大花瓣，你看这些大花瓣一定要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，知道吧？你看，把整个笔肚看到了吗？整个笔肚都滚饱颜色啊，整个笔肚都要滚饱颜色，填饱颜色啊，不然你这个花瓣到时候画出来就发白了。然后多调一点点。这个什么曙红也要多调一点点，然后胭脂也要多调一点。你看现在胭脂也调了很多，看到了吗？胭脂也调了很多，它一定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变化，我们这个花才好看。然后我们的笔尖再来调一点点墨啊，这个时候笔尖又要调墨了，而且一定要调均匀，这个墨也要调均匀哈，墨也要调均匀。好，我们来补充这个里面的正瓣啊，补充里面的正瓣。好，这要小心一点哈，补充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大笔一挥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可能它就露出一点点啊，露出一点点这个正瓣。好，露出一点点正瓣。好，我们笔上现在再补充一点水分，一定要让它水分充足，水分要充足，调的颜色才会更均匀、更好看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再补充一点胭脂，然后再来补充一点黑色，再来补充一点黑色啊。颜色调均匀哈，颜色调均匀，然后这边来这个大的花瓣，好，这个花瓣可以有一点点这个，然后这一边哈，这一边。来，这个花可以再大一点点，这个花瓣可以再大一点点，然后不要太圆了，让它有一点点姿态。好，这个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哈，可以回一下笔。待会儿这个花瓣如果不够长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，感觉还可以再加长一点啊，加长一点点啊，加长一点点，加长一点点啊。好，下面这个颜色是不是更深更黑了？因为它在底下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深浅变化啊。你看这上面这个花瓣虽然说颜色已经调得很饱满，但是它还是没有下面这个颜色这么深。
一定要把这个深浅变化体现出来，这个花才好看，才有层次。那有些家人我在点评的时候说你们的颜色有点平，颜色有点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整个花的这个花瓣的颜色，虽然说你的花瓣每一个花瓣都画出来了，但是颜色它的在一个层次上，所以就说就是颜色有点平，那我们就要把颜色再调出它的层次感来。这个是我一再提醒大家哈。好，再补充一点水哈，要有充足的这个水分，因为这个花瓣很大啊，这个底下这个大花瓣它很大，如果水分不够的话，我们一个花瓣还画不完，它笔肚就干枯了，所以要有水分充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，这个盘子里面的水分是不是很充足？来，我们这个笔尖还是加一点黑色啊，笔尖还是加点黑色。那这个花瓣可能它不用这么黑啊，不用这么黑。好，沿着这个反瓣的这个边缘啊，沿着反瓣的这个边缘去走，沿着它的边缘啊，沿着边缘去走哈，走到这个缺口这里停了。走到缺口这里停，然后从缺口这里出发，再来一点点啊，再来一点点，然后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哈。这个整个是一个花瓣，所以我们把一边画好之后，再画另外一边，一边画好之后再来另外一边。好，然后再把中间这里再补齐，中间颜色不够，再来一点胭脂，来一点点黑色。好，我们这个缺口里面可以来一些这个线条进来，回一下笔哈，回一下，用这个胭脂哈，最深的这个胭脂稍微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它的一些纹路。哎，感觉它有没有跳起舞来？有没有跳起舞来？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花哈，这个花型我们还有哪里？我们还要再去整理。好，笔尖上我们不想那么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洗一下，随便的在水里面摆动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刚刚蘸了黑色，如果蘸了黑色你没有洗一下，你再去蘸前面的这个红色，它就混在一起，整个颜色它就会有一点点这个灰，就不鲜艳了。所以保持笔上的颜色干净，要保持笔上颜色干净，所以要及时去洗一下笔啊。来，还是一样的3种颜色，一色调，然后笔尖上还是可以再加一点点黑色啊，笔尖上加一点点黑色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个花瓣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点黑色。好，这里加一个花瓣，来回一下笔，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哪里还需要再去加花瓣啊？哪里还要加花瓣？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花不需要画的它太盛开，因为不是每一朵花都是盛开的，完全盛开的，所以有一些花我们就可以画出这种没有那么盛开的这种姿态，也很好看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再加一个花瓣，如果这里加花瓣的话，看一下这后面还要不要再加一个啊？后面要不要加一个？这里要加一个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我们先把这里加一个吧。因为这里加的话，我们的这个笔上的颜色是不是太深了？因为底下我们刚刚是画的底下的加哈，底下的颜色是很深的啊，底下颜色很深。那我们要加上面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去把笔洗一下啊。现在要去洗一下笔。好，我们洗一下笔啊。
洗一下笔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点底色。我们前面调了一个稀稀的底色，记得吗？这种深色花瓣，我们上面的这个浅色花瓣可以加一点点稀稀的底色啊，不要太浓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加一个花瓣啊，在这里加一个花瓣，这里加了一点点这个底色的哈，这个颜色是加了一点点底色的。这里加一个花瓣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情况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后面再来加一个啊，后面再来加一个。哎，这笔尖上的黑色不够啊，笔尖上的胭脂不够，所以这个花瓣画出来它的颜色深浅变化不够明显，我们把它复一下笔啊，复一下笔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花瓣啊，再加一个花瓣。好，再来加一层，补充一点点，再加一点胭脂进来，加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我们再叠加一个层次。好，在这里再叠加一个层次。好，来，我们里面还是一样补充里面的正瓣，补充里面的正瓣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补充正瓣，可以加一丁点黑色，但是不要加太多了，笔尖加一丁点黑色就可以了啊。千万不要加太多，越到上面的颜色我们越来越浅一点点。来，我们补上啊，先补一边，然后这一边，沿着这个反斑的这个边缘走哈，沿着它的边缘走。好，出来一点点啊。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补充一丁点黑色，后面这里再来补充一个正瓣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整个花型哈，再来看一下整个花型，看一下这个缺口是不是不太好看啊？我们再补充一点点啊。当节的这个缺口不想要的话，我们后面再补一点点，把这个缺口稍微灭小一点点啊，把它灭小一点点，让它有一点点缺口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太斜过来，我们加一笔，加一笔啊，加一笔。好，我们来再回一下笔，看一下有些地方有些缺口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的回一下笔。好，这些花瓣里面啊，花瓣里面也可以回一下笔啊，也可以回一下笔。趁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去回啊，如果等它完全干的时候，可能回笔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些花瓣里面啊，回一些，有一些地方回一些笔。好，基本上这个花就可以了。觉得这个花有没有跳起舞来？
有没有跳起舞来？我们把这些飞白的地方把它灭掉一些。这个很多飞白，太多飞白，我们灭掉一些，不要太多了。那飞白在这个画面上也可以，也有需要，但是不要太多，太多就显得整个画面有点花，有点散。所以我们最后可以整理一下这个飞白，然后我们再点上一点点花心。把它加上一点点这个花心啊，不要太多花心，它还没有那个完全盛开的这种状态。好，来加上一些花心在里面啊，加上一些小花心。好，我们继续上面再来一朵啊，上面再来一朵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来一朵。好，这个上面再来一朵。把笔还是洗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色。洗一下，我们再去调色。你看花的这个慢慢的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来调，先调这个藤黄加大红，先调藤黄加大红。藤黄加大红，然后调这个曙红，然后胭脂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调一点胭脂。我们开始画啊，上面这里来一朵。好，包起来啊。笔尖再来一点胭脂。好，还是要包起来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啊。我们这个花瓣还可以再延伸，让它姿态更夸张一点点哈，更夸张、更妩媚一点，让每一个姿态、每一个花瓣都有一点点这种俏皮的这种感觉啊，俏皮的这种感觉。你看这个花瓣，我们直接让它飞上去。花瓣的形状我们让它跳起来啊，跳起舞来。好，让它每一个花瓣让它感觉它都想跳舞的这种感觉。那这个就是要靠多练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一定要把基础练好哈，所有的家人们，真的，我是天天在讲这个，就教大家练基础。基础你把花瓣的各种花型、各种花瓣练会了之后，你再去画，你才可以轻松的掌握驾驭各种各样不同的花型。那我们的这个花型是最多，我们基本上没有一样的。如果说你画画，你作为一个牡丹画家，你去画的每一朵花都是一样的，你说有意思吗？没意思吧？天天画这个花，天天是一样的，就没意思了哈。你们觉得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加点水哈，我们加水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来调这个藤黄加大红，调藤黄加大红。
来调一点这个曙红，然后笔尖调胭脂。好，这里又来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这个大的花瓣要延伸到这里，笔尖再来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再来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又跳皮的包过来哈，又跳皮的包过来。好，你看每个花瓣，我们让它花瓣都要让它有姿态，有姿有态的。来，再来补充颜色。补充这个藤黄加大红，补充藤黄加大红，补充曙红，补充曙红，然后补充这个胭脂，补充胭脂。好，我们这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可以来多一点点啊，来多一些碎一点的花瓣啊。好，再更小一点点啊。好，让它包起来啊，包起来。然后我们后面的花瓣啊，后面这里再来加一个，后面这里再来加一个，然后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，也是一样啊，这个花瓣也是一样，让它要跳起舞来。好，这边的这个花瓣我们先不画，待会儿我们要看情况，再来决定怎么画。也是一样啊，还是一个包菜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让它把它包起来。来，再来补充大红，补充大红曙红，补充大红曙红胭脂。慢慢颜色要更深一点点哈，颜色慢慢的更深。好，包起来哈，包起来。好，各种姿态的啊，这里加一点小细节，加点小细节进来啊，加点这个各种花瓣的这个小细节，加更碎一点的花瓣，而且更碎一点的花瓣还要画出它的一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来，继续补充一点大红。你看这些侧面的花瓣，哎，这个胭脂不小心来到笔肚里面去了，我们要调久一点，把它调均匀。补充一点胭脂，前面的颜色调多了，咱们这个胭脂它就不会黑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知道吗？如果前面的颜色调的你够饱满，这个胭脂它就不会黑。如果说你前面颜色调的不够饱满的情况下，这个胭脂它有点会发灰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来我们再来补充一点水分啊，笔上干了我们就直接补充水分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这个看一下，基本上就这样吧，基本上就这样子，再来一半。好，这个藤黄加大红，藤黄加大红，大红曙红，然后笔尖来一点点胭脂，笔尖来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把这个花瓣再来一点点啊，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。看这里会不会有点平？有点平，我们这里再加一个花瓣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个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去补充。现在我们这个架子已经搭好了，架子搭好，我们一起来补充所有的正瓣啊，补充里面所有的正瓣，颜色一定还是要有层次啊，记得我们的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感。你看这一朵花的这个层次感，看到吗？来，再来补充
补充颜色哈，补充大红，补充大红、曙红，补充大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正半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补充正半颜色深不下去怎么办？加一点点黑色进来哈，还是一样加一点点黑色，不要加太多了啊，黑色只能少少的一点点。来把这些所有缺口里面啊，把这些缺口里面补上这个正半。来再补充一点点黑色，把这些缺口啊，我们先画反半来定这个架子，然后我们再来补缺口，缺口就是我们的这个花的一个正半的地方。我们花心中间我们先留着，为什么留着呢？我们有可能画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花心，有可能我们就画一点点啊，就画几颗花心。那我们要看到最后这朵花适合什么样的花心。好，我们再来沾一点点黑色啊，来补充里面的正半。补充笔尖上补充一丁点黑色，黑色不够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黑色。好，画出一些这个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黑色，补充一点点黑色。你看这些细节上的东西一定要注意，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细节做好，颜色的深浅变化这些一定要调好，这个颜色它的层次才会更好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藤黄加大红、曙红、胭脂哈，曙红胭脂。然后我们这个上面这个花瓣啊。上面这个花瓣我们就不加这个黑色了，好不好？不加黑色。好，就这样补充一点点这个正半进来，补充一点正半。为什么我们就补一点点呢？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花瓣需要多大。如果待会儿想要它更大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去补哈，再去补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哈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不要补太大了啊，补一点点就进来就可以了。因为待会儿我们要看这朵花的情况。好，来补充这一个正半。来，这个正半一定要调均匀哈，颜色。你看笔尖上如果说有颜色不均匀的话，你画出这个花瓣最后它干了之后，它就会显得有点干枯的这种感觉。所以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，明白吗？好，这个补多大我们还留着，因为我们有可能可以把它补得更大一些，所以先留着它不管它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，我们把这上面这个花瓣补上啊。好，补充一点胭脂，把这个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直接把这里画成一个卷瓣啊。画一个卷瓣出来，笔尖要再深一点，把它这个边沿稍微的刻画一下会更好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啊。我们在补充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要更深一点。好，现在笔上有一点干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，加点水哈，又说错了，加水哈，加水，然后调色。调这个大红，调大红，
现在我们要调久，调多一点啊，颜色要更深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把颜色一定要调饱满。你看一下我调色，你们不要小心翼翼的这样调，这样调，这样调，我们叫大胆的调哈，大胆的把颜色调出来，明白吗？大胆的把颜色调出来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调饱满，然后笔尖上一定要去蘸一点黑色啊，这个时候笔尖又要蘸黑色，因为我们要画这种缺口里面啊，缺口里面很深的地方，缺口很深的地方加黑色的哈。好，这些地方都要补上一点点黑色，这样子它的层次才出得来。好，再来一点点黑色啊，再来一点点黑色。好，然后这个缺口里面直接补上一个正半，颜色一定要调好，颜色调均匀。颜色调均匀，但是这里有一条线啊，这一条线没有调好，我们再调一下，再调一下，不要有明显的一条线在这里啊。我们不要有一条明显的线在这里。好，继续来补充，调一点胭脂，调胭脂，然后调一点黑色。好，把这个缺口里面啊，好，补上一个正半啊，补上一个正半，侧锋行笔补充上正半。好，这个缺口里面也是啊，补上一个小小的这个正半进来。哇，这里又是一条线啊，一定不要有一条明显的线啊，我们的这个笔尖上的这个黑色也要调均匀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千万要调均匀，不要有明显的一条线出现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这边哈，继续来补充花瓣。那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又要再补充一点水分。哇，来，我们先来调大红。来调多一点胭脂，然后我们还是要调一点点黑色啊，加一点点黑色，不要加太多了，一点点就可以啦。来看一下这个花瓣，你大概比划一下，你想把这个花瓣画多大？好，继续往这边哈，往这边延伸，往上面延伸。好，这个花瓣，然后回一下笔哈，有缺口的地方稍微的用深一点点的颜色回一下笔。好，这边的这个花瓣基本上还可以。哎，这里还有一笔，加一点点黑色，这里再补充一点点深色，让它有一点点缺口深邃的地方卷起来这种感觉，它会显得这种层次才出来了啊。这个花的话，我们还要不要画呢？如果还要继续画，也可以再继续画，我们就这样停止它也行。好，我们这里再加一个花瓣啊，这里再加一个花瓣。哎，颜色没有调好，再调一下，再调一下，再把颜色调一下，不要突然笔尖上一坨这个黑色，一定要避免有一坨这个颜色。但是笔上有点干哈，你看这个边缘都画不圆，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水进来哈，加点水。
好，我们这里加了一个花瓣啊，这里加一个花瓣，我们看一下还要不要再继续加哈？还要不要再继续加？不加这个花也成功，也成立。哎，把这个花瓣再加宽一点哈，加宽一点。来，这个缺口回一下笔，缺口回一下笔，然后再加一点胭脂，加一点点黑色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再来补充一层花瓣。让这个花瓣更丰富一些哈，但这朵花是在前面的一朵花的后面。好，这样子其实也可以了。觉得可以了吗？如果说要继续再加大也行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可以了。那这里还要再加一层花瓣啊，这里要加一层花瓣，加一点点胭脂，加一点黑色。你看这里太薄了，才一层呢，才一层。好，再来加一点点黑色啊，笔尖加一点点黑色，再继续来画这个层次。好，你看这个层次我们要更窄一点点，看得到一点点啊，再加一点点黑色啊。好，这个层次就出来了。好，这里再加一层，笔尖再来一点点黑色，再加一层。好，我们再用这个黑色的，直接来这个黑色的，把这个中心的一点点去把它填上，填满它，填满最黑的颜色。好，基本上这一块啊，基本上这一块也是一个最黑的颜色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一朵花的心的中心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这两朵花跳起舞来没有？好，加上一些花心。好，加上一些花心。好，这两朵花在跳舞的牡丹花，跳起舞的牡丹花。来，我们先画叶子吧。先来画叶子。好，我们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好，藤黄三绿。我看一下从哪里出枝啊？看一下从哪里出枝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这个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笔肚里面要有一点水分的情况下，调这个三绿，三绿和藤黄，调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先来先画一个嫩枝干出来，把这一个花先接上。
好，先画出一些这个叶柄出来。好，先把后面这一朵花，先把上面这朵花的叶子先加上，把这朵花的叶子先加上，叶子特别重要，所有的家人们。藤黄和花青把它调和。我们加墨啊，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个墨绿色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蘸这个浓墨，画的时候，画叶子的时候，笔尖蘸浓墨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一组叶子这样子过来。好，蘸点墨绿，笔尖蘸这个浓墨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有的时候你想浅一点，你可以蘸一下水。好，叶子也要跳起舞来才好啊。好，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组叶子啊，这一组叶子要怎么长好，它怎么出来才好看？好，就让它在花的后面吧。穿到花的后面去了。好，这里有层次。好，这下面很多叶子，我不想把这个花给露出来，所以就让它掺出去。
好，这一组叶子就让它很多很密。好，后面再来一组叶子，不想那么深的时候，你沾一点水。沾一点水，沾一点墨。当然，这组叶子从哪里出来，我们待会儿再看啊。好，让这一组叶子让它有跳出来的。好，下面外面再来一组，再来一组，这一组，这一组叶子也是稍微颜色稍微浅一点点。我一直说的叶子特别重要哈，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们啊，就是叶子的这些布局安排呀，你要看懂啊，我为什么放到这里，整个我们的叶子的布局要有这个疏密关系、对比关系、深浅变化，密的地方让它很密。跳出来的也要让它跳出来，你看这样子安排。虽然这里还有一点平，我们待会儿还要继续去整理哈。比如说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组。好，不然这里有点平，我们让它拉出来一点点啊，有一点浅色，有一点浅色，深浅变化的这种叶子。好，密的地方让它很密，而且你不能排队。你密虽然密，你不能说把所有的叶子都排队起来，我们要有这个前后关系。好，我们在这一朵花。这朵花我们看一下从哪里长出来，我们不要都从上面长出来，我们这一朵可以从这个侧面出来啊。先找到它，我们先定好它从哪里出来，然后这个好。好，这里可以画一些这个花萼进来，然后还是一样，叶子啊，叶子很重要。我们叶子从哪里出来啊？安排叶子，我们安排后面这一朵的叶子就要更加要注意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里来一组，然后这边啊，这边我们要待会儿要更多更密，把这里再密，叶子再加密，然后这边还要不要叶子，我们待会儿要再看情况啊，要看情况，不一定要先把这些叶子先该布局的先画上，然后我们后面再来看情况啊，看情况去整理整个画面的一个层次感。
你看，现在我们就问题就出来了哈。问题有没有出来？这3组叶子，你看这3组1、2、3距离相等，那我们要破哈。我们在画画的过程中，就是在不断的制造问题，然后再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。像我们这里先不加叶子，因为我们有可能加花苞呀，有可能加其他的东西啊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花苞，哈，加一个花苞也可以。然后这里这下面可以再来一组叶子出来，先来一点点嫩枝干。好，这下面来一组嫩叶吧，我们这边画一组嫩叶上来。嫩叶我们用这个3绿。然后我们3绿藤黄加胭脂哈，来画一组这个嫩叶。我们差点到正中间了，你看这里是中线，所以赶紧把这个叶子往这里偏一点点啊，不然它正好戳中这个中心点就不好看了。好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这个嫩叶。然后还有一边一笔哈，一边一笔。那这一笔我们可以不一样哈，不要跟它一样的一个方向，稍微让它有一些变化，这个叶子才更好看一些。好，我们把这里加一点老枝干，加了一点老枝干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情况，看这个花苞画在哪里，还有哪里加什么。构图的话就是这样子一个慢慢推进式的一个过程，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事先什么都准备好了。哎，这个有点出屏幕了，是不是没看到？好，这里加一个，从这里出来。好，这里来画一个花苞吧，画一个花苞。这里加一个花苞，
那我们加花苞还是我们前面画花的这个颜色，藤黄加大红，然后这个曙红，然后这个胭脂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胭脂。来蘸点胭脂，包起来，笔尖蘸一点胭脂。好，笔尖蘸一点胭脂啊，再蘸一点胭脂。好，再蘸点胭脂啊，包起来哈。啊，正中间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，一层一层的，层次显得更多一点。好，再蘸点胭脂。好，蘸点曙红，蘸点胭脂。好，再来蘸点胭脂啊。感觉这个花瓣有点卷起来。那画出多一点这个姿态的花瓣来。哎，这个花瓣似乎画的有点长啊。好，这里再来补充一个正瓣。好了，可以了啊，这个花苞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啊。来调这个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胭脂。然后你看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问题，这一组和这一组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？它就不存在这个2个、3个相等的距离了。来，我们画一组叶子啊，画一组嫩叶出来。从这里来一组嫩叶出来。好，这个叶子嫩叶到后面去了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。在这个叶子的后面，这些缝隙啊，我们要留着，还是继续留着这些缝隙？想画一点叶子也可以画一点叶子，不画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。
好，这些叶子就在后面，在后面的这个层次，在后面遮住了，看不见了。那这不是已经成了块面了，密的地方已经是很密了。基本上这个像这样一加上去，感觉这个构图已经差不多了，很合理了，很合理了。花也有对比关系，多2朵1朵多少的对比关系，叶子疏的密的地方很密，也有跳出来的，这里有跳出来，这里有跳出来的，有这个疏密关系。钩叶巾呢？好，浅色一点的，我们钩叶巾不要太深了啊，也要浅一点的墨去钩。好，这里来一点点嫩芽出来，把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住。好啊，其实这个画面就这样子可以了。我们提上字，它也很完美了，不用再加其他的。我们如果再加的话，有可能就散，画面就散了，就多了。我们这里可以提字啊，这里正好留一个位置，这里正好可以提款啊。我看一下提一个什么款。
这里盖章好像少了一点点，少了一点，我们盖在这个侧边，好像少了一点点，我们盖到侧边。盖一个姓，一个名。好，完成，墨香出彩，复国色。好，那这幅作品就这样完成了，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，一起画起来。